不了解自己，就会被这个社会当成是耗材，当成是这个世界的玩具，一点一点把生命的价值，把人生的血肉消磨光。祥林嫂是鲁迅笔下一个近代社会里的人物，是一个贤良的农家女人，起先是守了半年的寡，她的丈夫想要下葬，没有钱，就只能去借债，借债又没有办法还，她的婆婆就只能把她当成是财产给卖掉。那既然能当成财产给她卖掉，就有人为了赚一点钱去撮合这笔买卖，卖到山坳里去，再嫁一户人家。祥林嫂知道这个消息没有办法，她只能逃走了。到了镇子上，碰到了一个同乡，看他走投无路，把他领到地主家里去做帮佣。把他介绍到地主家去做帮佣的这个人，也是做了一笔生意。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国家就发现了他的下落，撮合这笔买卖的人就领着人把祥林嫂又掳走了。那祥林嫂这半年的工钱也没有拿，就被婆家的人绑回去卖了。婆家的人拿了卖人的钱，拿了他帮工的钱，人就不管了。那祥林嫂到了婚礼上还是被绑着的，誓死不想嫁人，就一头撞上了那个桌角，结果没有死。她的这个新丈夫还是一个体贴老实的汉子，也不是个坏人。在山坳里没办法成家，那就只能借一笔钱娶一个媳妇为自己传宗接代。没想到在婚礼上，祥林嫂却要寻死。那她这个丈夫是个体贴的人，两个苦命人相见，想要寻死的人没有死成，所以就只能认命了这个生活中的磨难，又接着生活下去，组成一个家庭，开始操持起这个新家。穷人的债不会消失，只不过是从祥林嫂婆家的债转移到了祥林嫂新家的债。那么这个欠债的家庭就会为了还债四处奔波，那她的丈夫就到处去打零工，人的骨肉就消磨在这些欠债还债对生命的消耗上，消磨殆尽。所以她的丈夫最后卧床不起，难以为继，债还没有还清，这个房子就成了他债主对他们财产的最后的算计。所以祥林嫂又迎来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最后这一场惨剧就变成了祥林嫂唠唠叨叨的说他们家的阿毛怎么被狼吃了的诉说。祥林嫂就一直唠叨着这个故事，又回到了地主家去讨生活。地主家嫌他晦气，只叫他干活。到了年底需要供奉祖先奉承祭品的时候，这些工作地主也不需要他干，因为这样不祥的人供奉的祭品祖先是不会吃的。那其他的同伴又嫌他啰嗦，离他远远的。还有人跟他说，因为他嫁了2任丈夫，说他死了以后要被劈开，才好分给2个丈夫。那祥林嫂就在众人的你一言我一语当中解体了，他就开始相信捐一个门槛可以赎罪，他就开始相信自己有罪，他就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因为自己有罪，他就省吃俭用，把自己积攒了1年的工钱送到庙里去，要捐一个门槛。等了他这个门槛捐了以后，感觉人生获得了莫大的救赎，他非常快乐，从此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发生了变化，获得了新生，不会再有人歧视他的不幸，不会再有人拿他的不幸当作是他是灾星。他把自己的这个温顺、贤良、勤劳都献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会送给我祝福。
这个世界一定会送给我同情，但是这个世界给他的还是冷言冷语和拒绝。他捐10吊钱，捐100吊钱，也没有办法改变人们心目中形成的观念。一个人就算把自己的骨头血肉全部都消磨光，想用这种方法来得到世界，来得到别人的同情，来得到别人的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在新年祭祖的这个爆竹声中，他和他的不幸被人当做了一辈子都洗不掉的罪孽，一起被赶出了地主家。所以祥林嫂最后就只能发了疯，拿着一把菜刀去砍那个庙祝里他捐的新的门槛，去砍他的罪孽。从此以后，祥林嫂就变成了一个挎着篮子拄这个木棍流浪的疯婆子。临死的时候还在问，一个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祥林嫂的故事是在差不多100年前写完的，但今天人群当中，众人当中，永远都有一个最突出的祥林嫂，相信别人说的话，相信别人在他困难的时候会去解救他，相信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别人会去同情他。最可怕的是他相信别人的指导，用别人的指导去生活，也用别人的指导去定义他自己的人生。这个社会教给人无条件的顺从，是人身上学会的最劣质的美。